2019年6月27日，俄罗斯首次公开萨尔马特的技战术性能。这款洲际导弹长35.5米，直径是3米，起飞重量为208.1吨，比4枚亚尔斯加起来还要重，接近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服役的 R-36M， 也就是西方所称的 SS-18萨旦导弹，成为俄军战略导弹史上第2款起飞重量超过200吨的型号。萨尔马特的有效载荷高达10吨，可携带10枚重型或15枚中型分导核弹头。1枚萨尔马特可以摧毁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面积。如果不携带分导式核弹头，萨尔马特也可以携带3枚 YU-71和24枚 YU-7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先锋既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而它最厉害之处是能以20倍音速飞行，每小时能飞行上万公里，而且能够在大气层边缘和大气层内进行打水漂式的跳跃滑翔飞行，使敌方的防空和反导系统难以拦截。在打击范围方面，俄罗斯公布萨尔马特的射程高达18000公里，也是目前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如此巨大的射程，显然也是为了突防需要，使萨尔马特进攻时能够不走寻常路。比如，按照一般的思路，俄罗斯的陆基战略导弹威慑美国的路线是从北极方向飞往美国本土，萨尔马特呢则可以绕道南极，避开美国的反导系统，然后回身打击美国境内目标。可见，萨尔马特不仅威力惊世骇俗，出众的突防能力连美国的反导力量都感到力不从心。根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今年3月发布的俄罗斯核武器2021报告，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拥有6型共计310枚洲际弹道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总数达到1189枚，但其中83枚是苏联时期服役的，约占陆基洲际战略导弹总数的26.77%。那再过几年，这些导弹都将达到退役的年限，因此俄罗斯近年来的大动作之一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核武器现代化改造。普京日前曾讲到，俄罗斯和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保持均势，但在新武器方面，俄罗斯领先美国。他口中的新武器就包括了萨尔马特。萨尔马特一旦服役，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将具备更强的打击能力。就在俄罗斯公布3款杀器之后，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态，愿意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坐下来谈，并且愿意就俄罗斯列出的清单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美国在目前的形势下跟俄罗斯重新坐下来谈判，事实上是屈从于目前的形势，特别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不过，12月21号，普京在对莫斯科的高级军官讲话时表示，他不再将西方国家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俄罗斯一直在寻求美军在俄边境的书面保证，但即使有了书面保证，也不能依赖，因为美国很容易退出他不感兴趣的国际条约。俄罗斯现在明显在做2手准备，那其中一手呢是对外已经放出了大量这个和平的诚意和谈判的信号。普京总统早就明确表示过要和西方、要和美国进行这个谈判。那这个谈判显然是一个和平的目的，是释放大量和平诚意的。美国也承诺过不再推动北约东扩，但是现在呢，明显就是要推动要把乌克兰也纳入北约。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他自己的各种承诺然后呢，做这些事情这政治上的动作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